朋友们，今天带大家看一台新车，高颜值的一台 SUV 产品，蓝图的追光 S。那蓝图品牌之前给大家的印象都是像梦想家或者追光 L 一样，它是大气而稳重的。但是这一台蓝图追光 S 是在蓝图品牌真正的做到了各个方面都年轻化设計的一台 SUV 產品。今天一期視頻帶大家來看看這台車。我第一眼看到這台車啊，真的覺得它非常符合線下年輕人喜歡的東西。目前市場上流行的元素，這台車上啊，它幾乎全部都有。哎，咱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藍圖的外觀設計部啊，來了這個00後的設計師，怎麼那麼懂拿捏年輕朋友的心啊？而且這台車給大家的顏色都是比較年輕化的。今天我們拍的這台紅色的車啊，它就是熱情似火，非常的動感。這個黑紅的搭配啊，一下就讓人燥起來了，就非常給大家這種小法拉利的感覺啊。除此之外呢，還給大家其他顏色的選擇，比如說像是銀色呀、一些淡粉色呀，比較溫柔的顏色。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深邃的，比如說像是那個深紫色。帶大家看一下車頭的部分，車頭的設計啊，你會發現它特別的寬大，然後封閉的格柵，福克達新能源的身份，貫穿式的一個燈帶，中間有藍圖的一個發光的 logo。然後在下部啊，它設計了一個這種前鏟，這個前鏟的寬度啊，幾乎有差不多4指左右，這樣這台車的這個運動感加劇了。關於機蓋啊，它是這種向下俯的，就更有動感，更有這種超跑的感覺。而且它機蓋上它做了這種金線的設計，隱隱約約的，就更有那法拉利的感覺了。仔細看啊，這還有一個真風道的一個設計。從側面看上去啊，整個的造型，我覺得它還是非常的流暢耐看的，不是那種非常老前穩重風的 SUV 車型，而是那種偏年輕運動感的一個車型。而且呢，它整個這個造型的搭配啊，我覺得還是比較有設計感的。然後這裡呢，卻搭配了一個偏運動感的一個尾翼，然後可以看到其實車身的線條啊，並不是非常的複雜，就是簡約而大氣的。然後下面搭配了很多這種黑色的一個飾板，然後輪毂呢，它採用了一個21寸的比較大的燻黑的這種運動感的輪毂，黑色的懸浮頂啊，然後半隱藏式的門把手，還有一個無邊框的一個後視鏡，然後再加上這裡也搭配了這個智駕小藍燈，然後打開之後啊，它採用的是這種無邊框的一個門窗。車的尾部設計呢，它的層次還是比較多的，這裡有個小鴨尾的設計，然後這個後擋呢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傾角，看起來就更加的高級了。然後它整體的尾部看起來是方正，比較有這種厚重感的一個貫穿式的這樣的一個燈帶的設計，中間搭配了藍圖字母的發光 logo。你仔細看啊，裡面還有這種多個折射面的一個設計，而且旁邊啊也搭配了這個智駕小藍燈，並且啊這個尾燈的下側這裡還有一個真風道的設計。細看一下全車身，它是有10組的風道的設計，所以說它整體的這台車的風阻係數也能夠降低不少。這台車的車長啊已經達到了5050毫米，軸距呢達到了3米，所以說它也是啊將這種超跑姿態的 SUV 和空間能夠兼得的一個產品。咱們今天啊坐到後排來為大家感受一下它的這個後排空間。坐進車內來感受一下它的後排空間，其實我覺得目前這個空間表現啊，比目前熱銷的一些，比如說小米的Ü7呀、特斯拉的 Model Y 呀，整體的體驗感啊，空間都要更大一些。比較驚喜的是我這個頭部空間啊，按說設計成這種造型的 SUV， 它的頭部空間大概都是1拳左右，但是其實你可以看到，其實我的這個目前頭部空間啊，我覺得有2拳都差不多了。再來看一下腿部空間，如果你前排座椅在滑軌的最後端的話，我的這個腿部空間大概是1拳半左右。這個空間啊，我覺得在目前的這個尺寸裡面也算是 OK 的。而且這台車的車寬也比較寬，所以說正常後排如果你坐3位乘客的話，這個空間也是夠的。空間不僅大，而且它還有各種各樣的玩法。就比如說這個後排座椅完全放倒之後，它就可以變成一個2米的一個大床房。如果咱出去露營的話，就能夠更加的方便。而且呢，這台車的副駕它是可以完全去進行放倒的，也是目前很多市面上熱銷的 SUV 車型都沒有的一個點。比如說啊，放倒之後，然後它可以跟後排座椅連接到一起，然後做一個伊姆斯躺椅模式。然後我們中午午休的時候可以坐在這裡啊，去小睡一下，也可以把它一側座椅都放倒之後，它就可以去很方便的去放雪板了。比如開到山裡，我想去觀景的話，我可以把這個前排座椅全部都放倒之後，後排座椅啊
就能擁有一個比較寬闊的一個視野了，就能夠去看風景。比如這裡有一個按鍵，當我們一鍵去開啟的時候，這個座椅就直接折疊成了這個形式，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半躺在這裡，並且呢，我們這個後排座椅也是可以通過這個門板上的按鍵去進行電動的去調節它的椅背的。而且後排的其他的一些舒適性配置，像是座椅的通風還有加热功能，還有空調单獨調節，都是可以通過这個面板去進行調節的。而且這個空調的分區出風口，加上這個充電口，而且底下還有一個這個燈是可以拿下來去單獨使用的。後排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細節，比如說像是杯架然後這裡打開的儲物格，然後這裡放手機的一個位置，還設計了這種防滑的這種面板。然後整個的這個天幕面積也是非常大的，幾乎已經貫穿了整個車頂了，而且也設計了這種物理遮陽簾，並且旁邊的一些閱读燈然后還有小掛鈎全部都設計了。那其實整個後排和座艙給我最大的一個感覺就是它設計的非常有質感，因為它整個的用料你會覺得是非常扎實的。其實這個座椅的設計我是非常喜歡的，因為它整個座椅非常的厚實，有一種大沙發的感覺，並且中間還設計了這種鍍鉻飾條以及這種撞色的飾條，而且前排座椅呢也都是這種一體式的一個設計，所以說它整個看起來是這種又高級又有質感，而且不老氣，就偏運動感的一個設計。而且這個車內的氛圍感也做得比較好，可以發現這個門板上面有這種隱藏式的這種氛圍燈，而且它是那種帶律動感的。然後這個音響，它的音響罩做了一個大镂空設計，裡面呢也是有這種氛圍燈的。打開後備箱大概的空間是这樣，在這種造型的車裡面它的表現我覺得也算是可以的。然後一些小的細節，比如說這個燈掛鈎，然後固定帶，然後一些錨點，還有這個外放電的口。然後這一面呢，它還有一個可以電動放倒兩側這個後排座椅的這個電動按鍵，而且後面還設計了一個這種可以調節懸架高低的一個按鈕。這前備箱它是可以通過敲擊的方式去進行開啟的。開啟之後80升的一個空間，這個空間比如說可以放一些，比如我們去運動的一些運動包，然後比如運動完的一些濕衣服、替換的鞋，這裡都可以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專屬空間。來到前排來看一下這台車的這個座艙方面其實整體給我的感覺還是偏輕奢的感覺，它有這種軟質的皮質包裹、拼色的設計，搭配了很多這種鍍鉻的飾條，它的都市精緻感還是比較足的。那另外来看看這個科技的方面它的這個3塊屏幕配備的比較齊全。前面的這一塊中控屏幕呢，它是由2塊屏幕去進行組成的，2塊15.6英寸的屏幕，中控屏幕和這個副駕娛樂屏也是互不影響的。然後有一個小長條的這個8.8英寸的儀表屏幕，還有一個前面29英寸的 AR HUD。這個 HUD其實我覺得它還是比較清晰的，而且呢，它的這個導航也是可以去顯示在上面的。再來看一下這套車機系統，這個華為的這一套系統其實整體的這個流暢度都是完全不用擔心的，而且對於一些手機的這個兼容程度幾乎都可以。然後应用市场裡面都可以下載到你想用的 APP， 並且它也是搭載了這個華為的這個乾坤 ADS 智駕功能的，上面它頂了一個這個896線的激光雷達，所以說呢，它也是可以去實現這個高階的輔助駕駛功能的。打開後備箱之後裡面是一個冰箱，一個6.6升的一個冰箱，就像這種飲料大概是能夠放6瓶左右的。然後這個冰箱它也是可以去調溫域的，可以調冷暖的，也让我們平時在出行的時候能夠隨時隨地的去享受到這個冰冰和暖暖的小飲料。其實這一台藍圖追光 S 它適用的場景還是比較多的，像是城市通勤家庭出行以及一些周末的戶外拓展都是可以去进行適應的，因為它內部的這個玩法包括它的空間都是比較夠用的。那另外，其實我覺得這台車它最大的一個優勢就是它高顏值的外觀，以及它的內飾的整體給我們的感覺是非常有高級感的。所以說，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对生活是有一些追求的，你更想要一些高質感的東西的話，那其實這台車它就比較能符合你的需求。